今天我们结合印度历史，回顾一下老师的成长时代背景。这段历史非常重要，印度文化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，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段历史，如果想当然去理解他们的内容，会走非常多的冤枉路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7年，只跟您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现在我们来到3500年前，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的古印度。这里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，在这块陆地上有2条大河，东边是恒河，西边是印度河。在印度河两岸，达罗毗荼人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，印度河流域文明，有对女神和树木的原始崇拜，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文明 1.0。 古印度东西南三面临海，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，西面大陆有苏莱曼山脉阻隔，这些都是天然的屏障，能减少外敌入侵。只有西北角的新都库什山脉，这里有个开伯尔山口，是个天然的入口，可以由这里与内陆相通。现在雅利安人就是通过这个山口进入平原，征服了达罗毗荼人。2000年以后，我们都知道的玄奘大师也是从这里进入印度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，又过了300年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，慢慢形成了以离俱吠陀为中心的神话体系。后来又产生了沙摩吠陀、叶柔吠陀、阿达婆吠陀这3吠陀，一直到公元前600年，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吠陀时代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 2.0。 这个时候，古代婆罗门教的思想就基本确立了。这个时代还比较原始，他们虽然有一些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，整体发展还很初级，还没有形成大都市。古人不能理解很多自然现象，人们都会通过想象来理解大自然。不管在哪里，古中国和古印度，包括古欧洲、古美洲都一样，他们认为，当然其实就是想象和编故事。印度人也是编故事的好手，风雨雷电、月亮、太阳这些现象后边都有神在控制。西游记里也有类似的情节，风雨雷电四神，快快显身出来！风神控制风，雨神控制雨，雷神控制雷，拿把锤子，估计印度人也可以向漫威要版权费了。这就是多神崇拜，这些神就像人一样，官职也像人类，也有脾气，大家各司其职。其实我们现在也一样，科幻大片还推了地球拯救世界，外星人都长着有眼睛、有手、有脚，这也是想象力的限制，受制于当前科技和文化。在吠陀时代也有3界，3界是天界、空界和地界，这个和老师提的3界不一样。老师分的3界跟欲望的强弱有关，天界神就是指太阳神、天神这些，空界神就是指风雨雷电这些神，地界神指的是火神、酒神、河神、山神这样的神。这个时候就诞生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《离俱吠陀》，这其实是当时的诗人们歌颂这些自然神的诗歌。离俱吠陀和我们的诗经地位差不多，这个诗歌集是在几百年内陆陆续续完成的，它不是一个作者写的，也不是一个思想，在几百年内不同人又会编加很多内容和注解，所以很多时候会自相矛盾。毕竟是诗歌神话嘛，只管浪漫和想象，像李白的诗《西游记》，谁也不会要求他们严谨。除了诗歌以外，离俱吠陀还有对大自然的种种猜想和神话传说、祭祀和医学等技术，慢慢就发展成为法典，而其中的祭祀就成为他们的中心。当时祭祀被认为是获得福报的方式，而不是靠天神的恩赐，天神反而成为祭祀的仆人。人们通过杀鸡宰羊，把这些祭祀贡献给神，神就给大家办事，不管是求雨、求子，还是求发财，还是保佑健康，这是人和神之间的交易。现在很多人去烧香还愿也是类似的。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吠陀教的祭司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吠陀里有太多的神，每个现象后面都有一个神，那祭祀起来就太麻烦了。比如要求个雨，要分别找天神、太阳神、风雨雷电，还要分初一15，不像现在可以建个群发消息，当时就天天忙这些事了。于是呢，他们想着这事得简化一些，既然有风雨雷电，
那风雨雷电的妈妈是谁呀？这个世界的根源是什么呀？随着他们进一步想象和抽象化，这个时候造世主、最高统治者、伟大的梵天就产生了。梵天最开始出现在一些吠陀诗篇中，后来又发展出更细致讲解的奥义书。世界上的信仰都是一样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有了大梵天王这个造世主，既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大梵天王创造出来的，于是事情就简单多了，多神崇拜也就没必要了。因为要祭祀要沟通，我就直接找最高级别的神沟通，我能直接跟你老板谈，还找你小喽啰干啥？有了造物主之后，印度的祭祀文化更加发达，婆罗门逐渐取代了吠陀祭祀。婆罗门主张祭祀万人，因为大梵天王是有求必应的，所以在祭祀大梵天王的时候非常注重仪式感。各位看官，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？他们不仅杀鸡宰羊，有时还会用活人来祭祀。所以玄奘大师当年刚到印度的时候，差点被这些教徒杀了，用来祭天。西游记里吃唐僧肉的段子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的。这时候还有另外一部经典阿达婆吠陀，这主要用于消灾去病、开运聚财、诅咒，主要是咒语和巫术。这些以咒语为主的信仰只是用在一部分婆罗门之间，而轮回也是从这个时候出现在吠陀中，只是轮回的具体原理当时还不清楚。因为婆罗门和刹帝利主张的祭祀万人，而不是咒语万人，所以他们不屑于用咒语这样的方式，他们更偏向于祭祀，直接与神对话。他们认为咒语是加大的个人情感或者烦恼的抒发方式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很多人还是以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就像往池塘里扔一块小石子儿，会产生涟漪，涟漪会逐步扩散开来。这些事情即使对于3000多年后的我们和世界都在产生影响，我们慢慢道来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了公元前800年，也就是我们的春秋时期，印度就进入了著名的奥义书时期。雅利安人不仅带来了信仰，还带来了种姓制度。雅利安人侵占了这片土地之后，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强行以种姓制度划分了4个阶级。第一个种姓，也是最高的婆罗门，负责宗教以及相关的祭祀活动。第二个种姓是刹帝利，负责政治和军事。这2个种姓都是雅利安人，雅利安人皮肤比较白皙。第3个种姓是吠舍，包括商人、手工业者和农民。吠舍大部分也是雅利安的平民。最后一个种姓是首陀罗，指的是体力劳动者和工人。首陀罗就是4大种姓里面最低级的。印度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就被划为首陀罗，他们负责比较重的体力活，像修建房屋、堤坝这样的事情。达罗毗荼人的特点是皮肤比较黑，浅褐色，很容易就能看出来。这里面就有很多歧视政策，比如种姓是世袭的，如果生在首陀罗，就只能是这个种姓，而且除非上嫁，否则子子孙孙都是首陀罗。不允许改变种姓，只能同种姓之间通婚，禁止女儿下嫁，虽然可以上嫁，但要巨额的嫁妆。比如一个刹帝利出生的女性，不能跟吠舍或者首陀罗结婚，只能跟婆罗门或者刹帝利结婚。这样的制度就是为了对被征服的民族保持距离。一个首陀罗不仅不能改变种姓，连信仰都不配，他们不能参加任何宗教活动。虽然在法律上1947年就废除了种姓制度，可是种姓思想仍然根深蒂固。但是首陀罗还不是最底层，在4大种姓之外，还有达利特，就是不可接触者，也叫做贱民，就是说他们连人都不算。达利特主要是由战俘、奴隶和跨种姓通婚者组成。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，印度各地的达利特人占全国人口的 16%。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干印度教社会认为肮脏不净的工作，像掏下水道、清洁厕所、理发、鞋匠这些。他们不能够居住在村庄里边，必须居住在村庄边界之外。他们不允许进入神庙，不允许接近其他种姓使用的水源，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不能落在别人身上，所以被称为不可接触者。当然，最近几十年，印度对达利特人也有各种政策倾斜，就像美国对有色人种的政策，也有一小部分的达利特人通过演艺事业或者从政实现了个人的成就。在中国，现在大家都普遍接受了劳动平等，
而且几千年来，即使是农民，通过努力读书和科举，也可以实现阶级跃迁。虽然并不容易，但相比较而言，的确比种姓制度要高明得多。可见文化习俗和信仰对于一个社会进步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今天我们讲了老师出生之前印度的吠陀时代，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。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你好阿涵，只跟您讲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充电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